大家好，我是小诺。手撕包菜是一款大众菜品，酸辣开胃又解腻。不管是家常还是饭店，它的点击率都很高，好吃爽口，下酒又下饭。今天给大家分享手撕包菜的家常做法，下面跟着视频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准备一个包菜，虽然包菜是春天的应季菜，但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，也是一款四季菜、家常菜。我们在买包菜的时候，有的包菜拿在手里沉甸甸的，像石头一样抱得特别的紧实；有的包菜呢比较松散，拿在手里轻飘飘的，而且用手按压一下，像这样可以听到清脆的响声。这种包菜呢抱得比较虚，很多朋友就会问，是买实虚的包菜还是买虚虚的包菜呢？我个人认为还是这种虚虚的包菜比较好吃，这种包菜呢比较嫩，比较脆。先把包菜的根给它切去一刀不要，然后再对半切开，看看我今天买的这个包菜呢，还是黄色的包菜，里面的层次中间呢都有一些空隙，这种包菜呢就特别的鲜嫩。用刀把中间的硬梗给它切掉不要，这种梗呢比较硬，而且和包菜叶成熟度呢不一致。我们在做手撕包菜的时候，最好是把这个梗给它去掉不要。看看这个包菜，这款包菜内芯还是黄心的，这种品种的包菜口感更好，口感脆嫩，而且还有一点微甜。然后把包菜叶子给它掰下来，像这种抱的比较松散的包菜，我们在掰开的时候呢也比较好掰。包菜呢也有紫色的包菜，紫色的包菜呢是紫甘蓝，那种包菜呢一般适用于凉拌菜。做手撕包菜一般就选择这种脆绿的嫩一点的包菜。把叶子掰下来，我们找一个盆，然后把包菜叶子给它撕下来，再撕成小块。做手撕包菜，我们要把包菜叶子像这样一片片的撕一下。用刀切的包菜没有灵魂，尽量把包菜叶撕的大小均匀。做手撕包菜呢，只用包菜叶子，像靠近根部这种厚一点的硬梗呢，也给它掰掉不要。这种硬梗比较厚，成熟度不一致，炒出来呢不好吃。做手撕包菜，食材的选择也是非常的重要，我们尽量选择这种鲜嫩的包菜，越鲜越嫩，做出来的菜品口感更鲜更好吃。包菜有很多朋友认为这个包菜呢比较干净，不用洗了，而且洗过之后呢水分比较多，炒的时候水唧唧的不好吃。不洗的包菜可不可以呢？包菜它是一种容易生虫子的蔬菜，在生长期间肯定要打一些农药，如果不清洗，上面就会有一些农药的残留，而且还会有一些灰尘杂质虫卵。所以说我们在做手撕包菜的时候，包菜一定要清洗，这个农药残留你是用眼睛看不出来的。手撕的包菜呢，它的横切面比较大，这样在炒制的时候更容易入味。撕好后往里面加入清水，把包菜清洗一下。我们在清洗包菜的时候，很多朋友是用清水这样直接给它淘洗一遍就可以了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如果只用清水这样简单的淘洗，上面的灰尘和一些农药残留是清洗不掉的。接下来我们就要往里面加入勺食盐，因为食盐呢有杀菌消毒的作用。我们再清洗一些比较难洗的蔬菜水果，最好加入勺食盐，再加入一勺小苏打。小苏打它有分解农药残留的作用，用水给它泡一泡，把小苏打食盐呢溶解，让包菜叶在小苏打水中浸泡5分钟，这样可以有效的去除上面的农药残留和灰尘杂质。炒素菜的时候，我们最好放一点五花肉，或者是用猪油来炒。接下来我们准备一块五花肉，先把它切成小块。五花肉我们最好把它放到冰箱里冷藏1个小时，这样既可以排酸，而且在切的时候呢更方便切成薄片。再切成薄片，五花肉不用切得太薄，厚度大约有1个硬币的厚度就可以，这样方便炒出油脂。像这种厚度就可以，也不要太薄了，太薄的话一炒就炒干了，炒的油脂比较多。手撕包菜放上一点五花肉，这样炒出来的包菜口感更加的油润鲜香。切好后放入盘中。这个时间我们再准备一点小料，准备一把大蒜，切成蒜片。手撕包菜蒜片呢我们多放一点，这样蒜香味浓郁，口感比较好。再准备一块生姜，切成薄片，生姜不用放的太多，像这样3片就可以了。再切成粗条。
再准备一段葱瓣，斜刀切成马蹄片。再准备一把干辣椒，把辣椒瓣掰掉，然后切成小段，放点干辣椒呛出香味，这个手撕包菜的口感更香。切好后放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几个小米椒，加入小米椒既可以搭配颜色，又可以增加口感。把它斜刀切片，也可以切成米椒圈，我喜欢把米椒切成这样的马蹄片。切好后放入盘中，和葱姜蒜放在一起就可以了。这会儿包菜也泡好了，看一下里面已经泡出了很多的铜卵，应该是和一些灰尘。把包菜叶子给它淘洗干净。在做手撕包菜的时候，很多朋友包菜不清洗，觉得清洗了炒出来的水分比较多，那样吃着不卫生也不干净呀。淘洗干净后控水捞出，把它放在漏篮里，再用清水多清洗2遍，把上面残留的小苏打再清洗干净。我们在清洗包菜的时候，不要给它挪着清洗，像这样给它搂拌着，轻轻的清洗。如果像这样掐着挪着洗的话，这个包菜呢容易把它捏碎了、捏烂了。清洗干净后，把包菜放在漏篮里沥干水分。这会儿呢，我们再来调一个碗汁。炒包菜呢，提前调一个碗汁，这样在炒制的时候不会手忙脚乱。我们以平时的小汤勺为例，在碗中加入2勺的生抽酱油。生抽酱油呢是提味提鲜的。炒包菜呢不要放老抽，放老抽容易炒出的包菜发黑，影响口感，影响颜值。再放入1勺陈醋，陈醋它的口感比较香酸，因为这个手撕包菜它的口感就是酸酸辣辣的，特别的开胃呢。所以说在炒包菜的时候最好用陈醋，往里面再加入1勺食盐，1勺白糖提鲜。炒菜的时候最好放上一点白糖，这样炒出来的菜呢口感更鲜。1勺鸡精，再加入小半勺的胡椒粉，再淋上1汤勺左右的蚝油，蚝油主要是为了提鲜的。最后呢，往里面再加入小半勺的玉米淀粉，用勺子搅拌一下，搅拌均匀，一直搅拌至没有干淀粉颗粒就可以了。因为这个包菜呢，我们要用大火爆炒，在炒的时候这些调料一样一样的放，包菜呢炒的时间就会炒得长，那样包菜容易出水，而且口感不好。所以说一定要提前调好一个料汁。我们在炒包菜的时候，有的朋友像这样就是直接炒了，直接炒的包菜它水唧唧的，因为包菜的含水量比较多嘛，不好吃。也有的朋友是焯水，焯水之后包菜炒出来变软，而且营养流失。还有饭店的一些大厨呢，他是把包菜用油炸的，用油炸过之后呢，这个包菜特别的油润，但是家庭操作这样太浪费油了，而且太油腻。接下来我们来炒包菜，炒包菜要分2次炒，这也是手撕包菜好吃的关键一步。接下来把锅烧热，往里面加入食用油，油不用放的太多，比平时炒菜少放一些就可以。我们这第1遍炒包菜呢，主要是把包菜的水分炒出来。第1次炒菜不用放盐，放盐容易把包菜的水分给它杀出来，那样炒出的包菜也是水唧唧的，不好吃。油热后放入包菜，大火翻炒，把包菜炒软，炒至半生的状态。我们这边炒包菜，记住千万不要加盐，而且炒的时候呢是大火炒，像这1颗包菜呢就满满的一锅，大火翻炒，把包菜炒至半生，像这样变软的状态就可以了。现在看一下包菜呢已经炒出了很多的水分，把水分控出来，然后把包菜呢盛入盘中，里面的水分一定要给控出来。第1次炒包菜不用放盐，也不用炒的时间太长，大约就是1分钟，像这样半生的状态，炒出的这个包菜水倒掉就可以了。这样炒的包菜颜色特别的翠绿，而且不变色，看上去就特别的鲜香。接下来我们准备一口铁锅，用铁锅炒包菜呢口感更香。先开大火把铁锅烧热，然后往里面加油，热锅凉油，润一下锅。润好的锅，无论是炒肉、炒鸡蛋、煎鱼，它都不会粘锅破皮。润锅很简单，晃动一下锅，让它四周润上油。因为待会儿呢我们要炒肉，很多朋友在炒肉的时候就会发现，这个切好的肉放入锅中呢容易粘锅，就是这锅没有润好。倒入油之后，一定要把这个油烧至冒青烟，看到冒烟了，然后把热油倒出来，
往里面再加入食用油，油呢不用放的太多，因为我们用的是五花肉，五花肉上面呢还有很多的油脂。这时候把火候转为中火，放入五花肉片，用中火煸炒五花肉片，把五花肉片的油脂炒出来。炒肉的时候也不能用大火，如果用大火炒的话，这个肉片放到锅里就容易焦，而且放的时候呢容易溅油，伤到自己。润过的锅，这样炒肉它也不会粘锅的。中小火慢炒，把五花肉煸香，煸出油脂，这样吃起来不油腻。家里没有五花肉的，也可以用猪油炒，用猪油这样炒的素菜呢，口感有着肉香味，吃起来特别的好。炒至五花肉像这样表皮微微的发黄就可以了。如果锅中的油脂比较多，喜欢吃清淡一点的，可以把这个多余的油脂给它盛出一些。盛出的油脂我们可以留着下次炒菜用。现在都喜欢健康饮食，少盐少油。炒至五花肉像这样焦黄了，然后把准备好的小料放进来。这个时候的火候也是小火，不要想着用大火去爆它。大火爆的话，这个小料容易炒糊，也是影响口感的。小火炒料香，慢慢的把小料中的香料香味炒出来。再放入几粒红花椒，炒出香味，炒出麻味。炒香后，再从锅边淋上料酒去腥。这个时候把火候转为大火，大火炒出锅气，然后放入炒过的包菜，翻炒均匀。翻炒均匀，炒出锅气，再倒入我们调好的料汁。料汁最好用筷子给它搅拌一下，因为有一些淀粉的沉淀。大火快速的煸炒，把锅气炒出来，翻炒30秒左右。翻炒均匀，这样手撕包菜就做好了。这样炒出的包菜一点多余的水分也没有，特别的有味，看着是不是特别的有食欲啊？做法简单家常又省时。盛入盘中，看看我们炒的包菜，包菜颜色翠绿，肉片也是微微的发黄。这样炒的包菜里面稍微的有一点汤汁，这种汤汁呢是料汁儿，带点料汁儿，这样吃起来鲜香又油润，包菜特别的翠绿又鲜嫩。花肉片也是油润鲜香不油腻，这样炒的包菜颜色翠绿不发黑，尝上一口，而且酸酸的辣辣的，还有点微麻的口感，特别的好吃。大家有没有记住炒手撕包菜的小技巧呀？不用焯水，也不要直接炒，也不要过油。我们把包菜先炒一遍，把水分炒出来就可以。先炒呢，炒1分钟左右，不用炒的时间太长。我们第二次炒的时候呢，30秒就可以了。简单快速又省时，这样做的手撕包菜酸酸辣辣的，香辣又开胃，下酒又下饭。如果你喜欢，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